老子饿了，老子说老子饿了，你们听见没有？这个被结结实实绑在柱子上的男人叫高栋梁，他声嘶力竭地朝着抓自己来的土匪们喊话，一个惨字都形容不了高栋梁眼下的处境。故事还要从3个月前说起，男主高栋梁带领小分队前回被日军占领的太平镇，意图刺杀前来访问的日本亲王，然而行动败露，小队成员除高栋梁外全部牺牲。高栋梁藏匿小镇养伤，某天街道上人声鼎沸，是日本人正在往基地押送一尊巨大的佛像。街道尽头，一众匪帮集结于此营救被关押的大当家方有望，他们的行动有条不紊，干净利落，很快便救出了方有望。高栋梁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心里打起了小算盘，打算借用这帮土匪完成自己的任务。高栋梁搞来一套体面的新郎官行头，在土匪们的必经之路等着鱼儿上钩。果不其然，方有望待人经过时打量了高栋梁一番，以为他是哪家的少爷，便将人绑回了寨子。高栋梁全程鬼哭狼嚎，怒骂土匪们不是爷们儿，有力气绑自己人不去杀日本鬼子。寨子在一个9曲18弯的山洞，洞里像个桃花源，除了没有太阳，该有的一样不缺，自给自足，不受战火侵扰。帮里的老大哥韩奎逼高栋梁写要赎金的家书，高栋梁抵死不写，被打个半死。张毅的角色就没少打了一顿打的。土匪们将半死不活的高栋梁绑了起来。到了饭点，众人齐聚大厅吃饭。醒来的高栋梁大声喊饿，见没人回应，便大骂方有望不得好死。有人有枪不打日本鬼子，反倒欺负起了自己人。就在高栋梁嗓子快要喊冒烟的时候，方有望提着根棍子走进了牢房。高栋梁的态度马上软了下来，说肉票也得吃饭不是？结果被方有望一棍子打晕过去。方有望吃了饭下山会情人，黑狗和韩奎也跟着一道。黑狗人不如其名，是个清瘦白净的女人。寨子里，方有望的妹妹方子珍解开了高栋梁，帮他疗伤，还喂他吃东西。少女怀春的小心思昭然若揭。方有望喜欢一个人四处游荡，看着被日本鬼子欺压的劳苦民众，他想了很多东西，也决定了很多事。方有望看穿了高栋梁的心思，他还是没有决定冒险，于是便放走了高栋梁，或者说是赶走了他。高栋梁就这样被扔回了荒野。方有望一行再次乔装进城，勘探一番后，扛着枪戴着大头娃娃面具闯进银行。原来他们这次进城是打劫来了，可惜行动被赶来剿匪的侦缉队打乱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，匪帮死伤惨重，狼狈逃窜，被侦缉队堵在了银行里头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高栋梁挟持着侦缉队队长的老婆出现在门口，要用他的老婆换自己的老婆，还大声说自己的老婆就在银行里。方有望意味深长地看了方子珍一眼，方子珍连忙解释和高栋梁没有关系，还表示坚决不认这个名头，也不出去，眼下能走一个是一个。方有望强硬地把妹妹推了出去。高栋梁见到人后打算放了队长老婆，方子珍小声说自己哥哥还在里头。高栋梁为难地说人要讲信用，一个只能换一个。方子珍拔腿就要回银行，高栋梁急忙叫住他，哎，队长，小弟还有一个请求，有屁快放，那个我大舅子还在里头呢，我得把他也换出来。方有望荣升大舅子，他暗暗咬了咬牙。一旁的韩奎正咧着嘴傻乐，方有望示意他领了大舅子的头衔赶紧出去。等韩奎出来后，高栋梁急中生智说这是自己小舅子，不是大舅子。此言一出，人质都傻了眼，队长更是觉得这小子在耍自己，拔了枪就要给他一梭子。这时队长老婆神助攻，质问队长是不是巴不得自己死。队长只能无奈地让高栋梁继续换。高栋梁马上蹬鼻子上脸，又编了俩亲戚把黑狗和三炮换了出来。这还没完，他支支吾吾颇有些不好意思的又要开口。众人似乎已经习惯，韩奎甚至在一旁悠哉地啃起了黄瓜。队长老婆气定神闲地替高栋梁说出了台词，表示屋里还有他的亲戚，合理怀疑这太太是匪帮的人。就这样，高栋梁用一个太太换了一家叫不上名的亲戚，队长也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爱妻之心，身旁的手下们则实力演绎什么叫做目瞪口呆。一行人全虚全影地回到山寨，高栋梁被原本的二当家韩奎强硬要求留下来当二当家，他自己无所谓几当家的名头，因为他韩奎的命是方有望救回来的。那时候方有望还是个独来独往的流寇，他带着几千现大洋想从地头蛇月豹子手里买了韩奎、黑狗和岳三炮的命，岳豹子刻意为难，最后方有望用3根手指换了3个人。那之后韩奎3人便发誓一辈子追随方有望。在高栋梁来之前，方有望一行只希望能在乱世之中存活下去。高栋梁带着方有望去了上马涧，亲眼看了日本鬼子把人头骨当球踢，毫无理由肆意杀人的场景，任谁看到此情此景都不会无动于衷。但打日本人不是闹着玩的，仅凭他们这群凑在一起的土匪恐怕成不了事。方有望还没有下定打鬼子的决心，鬼子就率先发现地洞杀了进来。一番激战后，郎中被日本人射杀。他平日里虽然阴柔，直面日本鬼子时却无比阳刚。方有望带着韩奎几人逃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方子珍和高栋梁却和众人走散。高栋梁的枪法做不了架，
他向方子珍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及混进匪帮的目的。另一边，方有望也分析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双方会合后，他第一时间和高栋梁对峙，高栋梁也一一承认，表示只是想带着大家走正道。方有望却认为他是想带着大家去送命。高栋梁继续劝说方有望，杀了鬼子的亲王怎么说都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，男子汉大丈夫谁不想当回英雄？方子珍质问高栋梁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在利用自己，高栋梁急忙解释两人之间是真的，他只想利用方有望，没想利用他妹妹。话没说话就被方有望薅走，让他跟自己杀回地洞。一行人凭借对地形的熟悉，全歼洞里的日本鬼子，还抓了个活口问话。小鬼子交代，因为华北即将召开会议，他们便受基地司令的命令来扫荡土匪，两者之间的关联没人知道。没了用的小鬼子被处决，方有望打算绑了那个日本亲王，再让高栋梁修书一封送到日本天皇手上，让他送3万现大洋来，并且马上退兵回去守着自己那1亩3分地，如果不照做再杀了亲王也来得及。高栋梁觉得可行，双方一拍即合。事情一敲定，方有望和高栋梁便展开了行动。他们盯上了鬼子的工程参谋野口，并很快将这个书呆子抓回了地洞。野口为了能活着回日本见小女儿，和方有望一行达成了合作。方有望打算以记者身份混入当天的宴会，便打劫了一支日本记者队，抢了几台摄像机。野口为众人绘制了日军基地的地图，还表示进入基地的唯一办法是挖地道。众人按照野口的施工图纸开始不分昼夜的挖洞，成功挖到了日本鬼子放在院子里的佛像底部。佛挡道不知道是吉兆还是凶兆。计划一步步进行，高栋梁假装投降来到基地，自投罗网，多半是为了能够以被抓的方式进入基地。方有望则在行动前一晚带着钱找到了情人，帮他赎身，并叮嘱他到乡下找个男人嫁了，后半辈子就种几块田过安稳日子，嫁妆和买地钱他都给备好了。这无疑是在诀别。迎接亲王这天，野口被放回去救高栋梁，这里梅方有望一行也按照计划混入了宴会。野口鬼鬼祟祟的样子被鬼子司令发现，将他绑了扔进关高栋梁的小黑屋，两人费了老劲才逃出。鬼子司令直觉到挺准，很快又发现方有望的异常，拿枪抵住了他的腰子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高栋梁和方子珍悄悄地出现在鬼子司令背后，两把枪抵住了他的2个腰子。这时外围的三炮和韩奎也开始行动，双方里应外合，成功抓住了亲王夫妻。撤离时情况愈发凶险，反应过来的小鬼子对几人展开了猛烈的炮火攻击。韩奎死了，三炮死了，一心想读书的梁好死了，一直爱慕着方有望的黑狗也死了。或许应该称为牺牲，为了杀侵略者牺牲。高栋梁炸开了佛像底座，带着剩余的人顺着先前挖好的密道撤离。半年间，高栋梁写了好几封信给日本天皇，都没得到回复。显然他并不在意这个弟弟，日子本来就不好过，还得养着亲王夫妻和野口这3张闲嘴。高栋梁和方有望决定干票大的，既然挟持亲王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挟持天皇。他们带着亲王夫妻和野口回到日本，一个伟大的计划也就此展开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得您完整体验。